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解读由医学博士白泽卓二所著的《不会得认知症，导致认知症的食物，不会导致认知症的食物》。我将重点解说本书中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几点内容。内容如下：第一，认知症从40岁开始悄悄地逐渐进展；第二，食用后逐渐导致大脑衰退的7种食物；第三，食用后逐渐使大脑年轻的5种食物。首先，让我们从认知症从40岁开始悄悄地逐渐进展这一主题开始解说。2019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为男性81.41岁，女性87.45岁，这两个数字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平均来看，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活到100岁，100岁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对许多人来说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例如，如果一个人在60岁时退休并迎来退休金，那么在此后的40年里，也就是到达100岁的时候，他还能够过上充实的退休生活。他们可能会为此感到高兴，可以不用工作，领取养老金，同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悠闲地生活40年的时间。但现实是并不那么美好的。我们必须提前知道这一点。相对于刚才提到的平均寿命，能够身心健康的独立生活的预期寿命为男性约72岁，女性约75岁。这意味着平均寿命与预期寿命之间存在9到12年的差距。这段时间可能会导致卧床不起，因此生活质量自然会急剧下降。延长平均寿命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即使活得再长，如果卧床不起，也就毫无意义。我们希望能够一直独立地行走，自己思考，独立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直到最后一刻。我们正处于一个幸运的时代，各种医疗技术的发展使得100岁人生成为可能。因此，如何度过这100年是非常重要的。作者指出，为了尽可能缩短这约9至12年的卧床不起时间，保持身心健康，长寿健康的生活，认知症对策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卧床不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认知症。随着超高龄化社会的到来，认知症患者数量迅速增加。据2013年的数据，认知症患者超过了462万人，并且持续增加。据称，到2025年，患有认知症的日本人将达到约700万人，即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会患上认知症。尽管如此，目前仍然没有开发出有效的药物来治疗认知症。一般来说，认知症被认为是无法预防的，一旦发生就无法治愈。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对于认知症的治疗理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在认知症预防方面。认知症通常在70到80岁之间发病，因此被视为老年人的疾病。但事实上，约占认知症病例的70%的阿尔茨海默病，从40多岁开始就悄悄地逐渐发展，到70至80岁时出现症状时已经为时已晚。认知症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从中年开始逐渐加重。直到现在，人们总是告诉我，偶尔的误忘或疏忽并不是认知症，所以不必担心。但实际上，这些都是您的大脑受损的迹象。如果不加以注意，认知功能将会不断下降，这是来自大脑的 SOS 信号。我们应该注意并采取措施。如果我们不理会这些 SOS 信号，认知症就会逐渐发展。据说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原因是蛋白质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异常堆积在我们的大脑中。这些贝塔淀粉样蛋白需要长达20到30年的时间在我们的大脑中积累，并对大脑造成损害。相反的，如果我们从早期开始调整生活方式，尽量避免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积累，就能预防认知功能的下降。越来越多的专家指出，即使是年轻一代也应该意识到明天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从早期开始进行预防。认知症并不是突然发作的，而是从40多岁的工作阶段逐渐发展而来。因此，从工作阶段就开始认真对待认知症的预防，可以降低到老年时患认知症的风险。
听到这些的人中，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工作无聊，但不得不为了生活费而工作。他们期待着老年时能够解脱出来，享受第二春的自由生活。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员，我希望你在工作的同时，从现在开始就为了享受老年生活而努力预防认知症，否则就无法实现悠闲自在的退休生活梦想。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强调预防认知症的重要性，而其中特别需要大家注意的是饮食习惯。作者指出，导致认知症的因素中，有90%是由饮食造成的，而引发认知症的主要原因是早餐吃的过多的面包、汉堡包等快餐，以及通常我们经常摄入的拉面、炒饭等碳水化合物过多的食物，还有甜食和垃圾食品。这些食物确实会显著增加患认知症的风险。那些毫不在意的食用这些食物的人，即使年轻，也可能陷入认知功能下降的境地，无法享受悠闲自在的退休生活。在这次视频中，我将具体列举并介绍不宜食用的食物，以及能够使大脑迅速年轻的优秀食物，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感兴趣，尽快尝试并多加实践。最近新型营养不良也成为了一个问题，如今随时随地都能买到自己想吃的食物，食物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前，几乎不会出现吃不到东西而感到困扰的情况。然而，如果因为食物选择不当而导致营养不良，那么即使食物充足，在这个充满美食的时代，也会有很多人陷入营养不良的境地。可能有些人会感到惊讶，但如果每天3餐都不均衡，没有摄入足够的营养素，我们就会陷入营养不良。即使吃得很多，如果必需的营养素缺乏，仍然会患上新型营养不良。现在人最容易陷入的一个问题就是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而缺乏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食物纤维。那些长期过量摄入碳水化合物食物的人，例如拉面、乌冬面、荞麦面、意大利面、面包等，正处于新型营养失调的风险之中，可以说是朝着认知症的方向一路前进。因此，希望通过本次视频，能够成为一个契机，能让我们一起改善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特别是现代人常常缺乏的营养素，主要包括蛋白质、高质量的脂类、维生素、矿物质和食物纤维。请务必牢记这4种营养素，并确保摄入充足，以消除营养不良的问题。这种新型营养失调会增加患病的风险，所以请务必确保及时补充大脑所需的营养素，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基于前述内容，我将在接下来的第2部分和第3部分具体介绍应避免食用增加认知症风险的食物，以及能够迅速使大脑年轻的最佳食物。首先，我将详细解释一些食用后会逐渐增加认知症风险的食物。这些食物包括快餐、垃圾食品、加工食品、炸薯条、炸鸡块、火腿肠、培根等。如果您正在收听这个频道，那么不吃这些食物应该是您的基本常识。通过避免这些食物，我们可以迈出预防认知症的第1步。接下来，我们将具体介绍不宜食用迅速使大脑衰退的食物。要说最容易导致脑部衰退的食物，毫无疑问就是砂糖。砂糖不仅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各种危害，同时也对大脑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砂糖是导致血糖快速上升的因素之一。摄入砂糖后，血糖会迅速上升，随着血糖持续升高，血管老化和动脉硬化加速进行，增加患脑血管性认知障碍和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为了您晚年的健康，我们希望你以后能够避免摄入牛奶、咖啡、碳酸饮料、冰淇淋、蛋糕、甜点等食物，减少摄入糖分对您的身体和大脑都有好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预防认知症的第1步，让我们尽可能的减少摄入糖分。接下来我想介绍的是另一种会使您逐渐变得糊涂的食物，那就是小麦。最近小麦的危险性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小麦的主要成分麸质会引发炎症，导致麸质过敏或肠漏综合症。有些人可能认为
对麸质过敏的人只占少数，大多数人吃小麦没问题。确实，对麸质过敏的人在美国约占总人口的5%，而日本人则更少。然而，最近的研究发现，小麦会损害肠道屏障功能，增加患肠漏综合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大多数人都应该认识到小麦的危害性。此外，小麦具有成瘾性，常食用后会导致肠道过早饱腹感，然后又迫切地想再次进食，这也是一个问题。具体来说，小麦制品包括面包、意大利面、面条、蛋糕、饼干、甜甜圈、中式馒头等。请仔细检查食品原料，尽量避免摄入含有小麦的食物，这有助于预防认知症。因此，让我们努力减少从饮食中摄入小麦。再次提醒，小麦与砂糖的结合对健康有双重打击。小麦和砂糖都具有成瘾性，并且都会引发脑部炎症，特别是含有小麦的甜食，如甜面包、煎饼、饼干、甜甜圈等，对健康的影响更加严重。我们应尽量减少食用这些食物，以降低健康风险。接下来，我想介绍的是另一种食用后会让您逐渐变得糊涂的食物，那就是拉面和白米饭。很多人都喜欢吃拉面，拉面本身就含有小麦、糖分和 Omega-6 脂肪酸，再加上盐分等，可以说是一种相当不健康的饮食。拉面套餐中加入炒饭或米饭，可以说是一种缩短寿命的危险食品。这并非言过其实，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在去拉面店或其他餐馆就餐时，是否经常点这种搭配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这样的套餐，因为几乎每家餐馆都提供拉面搭配炒饭或米饭的组合。然而，这种碳水化合物和米饭的搭配对大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即使只点一种食物也是对身体极不健康的。因此，我建议大家首先停止点这种套餐。如果去拉面店，最好只点拉面，尽量避免添加其他主食。如果去中华料理店，也要尽量避免点那些附有小碗拉面的炒饭套餐等组合。以上就是关于拉面配米饭的解释。接下来我继续介绍下一个会让你越来越糊涂的食物，那就是低质油。我知道，对于像你们这样具有较高健康素养的观众来说，你们已经了解油类中好与坏的区别，知道良好的油应该积极摄入，而低质油则会带来各种健康问题。本书警告的低质油，具体来说有以下4种：1. 反式脂肪酸；2. 菜籽油；3. 大豆油；4. 棕榈油。基本上，只要你不想得认知症，就要尽量避免摄入这4种危险油脂。对于第一种反式脂肪酸，相信大家已经在各种渠道听说过其危害，所以这里就不再赘述。反式脂肪酸是绝对要避免摄入的。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第2种油，即菜籽油。它是一种从改良品种中提取的植物油，因其价格便宜而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在日本，消费量也很大，通常被用作沙拉油等原料。然而，实验证明，菜籽油会降低我们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并导致体重增加。此外，日本消费的许多菜籽油中含有来自加拿大的转基因原料。作者指出，由于使用了健康上有问题的己烷溶剂来提取的菜籽油也是有危险的。这种菜籽油在家庭和外出就餐时都会被广泛使用。我相信大多数人每天都会摄取到这种油，因此需要格外注意。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第3种油，即大豆油。大豆油通常被用作沙拉油、蛋黄酱、人造黄油等食品的原料。然而，研究证明，大豆油会导致肥胖，并且含有大量的 Omega-6 脂肪酸。这种脂肪酸以引发炎症而著称。为了避免对大脑造成损害，建议尽量减少摄入含有大豆油的食品，比如沙拉油、人造黄油、起酥油、加工食品等。接下来是第4种油，棕榈油。棕榈油是从棕榈树中提取的油脂，被广泛用于杯面、方便面、薯片等零食中。虽然标签上只显示为植物油脂，但消费者通常并不清楚
自己摄入了多少棕榈油，特别是加工食品中常含有大量的棕榈油。因此，为了减少棕榈油的摄入，建议尽量避免食用加工食品。接下来，我想介绍下有助于大脑保持年轻的食物。对于那些正在观看本频道的观众们，您可能已经知道了一些常见的食物，比如橄榄油、蔬菜、水果、食物纤维、西兰花、咖啡等。因此，我不打算在这里对它们进行解释。但是，了解这些食物对大脑的年轻化非常有效，这也是有益的知识。我今天想介绍一些除了上面常见食物之外的其他食物。首先，能够让大脑逐渐年轻的食物之一是椰子油和椰子奶。大家可能已经听说过椰子油或椰子奶对健康的益处。实际上，椰子油中含有的中链脂肪酸已经被证实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阿尔茨海默病被称为大脑的3型糖尿病，这意味着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与患有糖尿病的患者一样，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将糖分解成能量来利用。于是，人们开始关注作为葡萄糖替代能源的酮体，并发现它对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有一定的效果。此外，还证明了体内的酮体对抗炎症、抗氧化和预防动脉硬化等方面有着多种益处。因此，促进体内酮体的合成，获得酮体代谢，对于健康长寿是非常有效的。多项研究表明，酮体在体内是由脂肪和中链脂肪酸在肝脏中合成的，而椰子油中含有丰富的中链脂肪酸，因此被称为预防认知症的食用药。椰子油不仅有助于预防认知症，还对预防生活习惯病和延缓衰老具有积极作用。尽管不同商品里中链脂肪酸的含量各有不同，但作者建议选择中链脂肪酸含量在60%以上的椰子油。另外，作者建议的摄取椰子油方法包括：将1汤匙的椰子油加入到热咖啡中，并用搅拌器搅拌均匀后饮用；或者将椰子油用于炒菜等烹饪过程中。将不健康的食用油，如沙拉油，替换为椰子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让我们一起努力将厨房里的不健康油类替换为健康的椰子油等油类吧。虽然我们对椰子油进行了大量的推荐，但椰子油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直接摄取可能会导致腹泻，同时也有些人对直接饮用油类持有抵触情绪。对于这些人来说，椰子奶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相比椰子油，椰子奶中的中链脂肪酸含量较低，但易于消化吸收是其最大的优点。此外，椰子奶在烹饪过程中也可以用于制作咖喱、汤、炖菜和甜点等各种料理，而且口感美味，这也是椰子奶的一大优势。接下来，我将继续介绍能够让大脑逐渐年轻的食物之2：牧草牛。牧草牛又称为草饲牛，通常牛肉被认为是肥胖、高血脂、动脉硬化等危险因素的来源，并且被建议不要摄取过量。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吃草长大的牧草牛肉中富含 Omega-3 脂肪酸，这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因为这些脂肪酸对预防生活习惯病有所帮助。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同养殖方式下的牛肉质量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人普遍喜欢肥厚的带油肉，因此为了生产这种肉，会给牛喂高卡路里的谷物饲料，并将其关在狭小的牛舍中，限制其运动，被人工喂养发胖。这些谷物饲养的牛几乎占据了市场上牛肉的绝大部分。在超市购买或在外就餐时所用的牛肉，大多数都是这种谷物饲养的牛肉，其肉质通常柔软，肥肉较多，非常适合烹饪火锅、涮锅、牛排等，备受欢迎。但实际上，这些肉质背后隐藏着肌肉组织中堆积了大量脂肪的肥胖牛，并不能算是健康的食材。与此相反，在新西兰，自然放牧并且以自然牧草为食的牧草牛更为主流。本来牛应该在自然环境中吃草生长才是自然的，而在自然环境中放牧，自由自在地吃草长大的牛肉，与被强行喂食高卡路里的谷物、人工肥胖的牛肉是完全不同的产品。事实上，
纽卡斯尔大学研究团队根据67篇论文对牧草牛进行的研究发现，牧草牛肉中含有脂肪酸的特征，可以说是一种出色的抗衰老食品。因为与谷物饲养的牛肉相比，其含有的 Omega-3 脂肪酸平均多出50%。Omega-3 脂肪酸已被证实有助于减轻大脑炎症、预防认知症。在日本的超市等地，很少对此进行区分，但在海外的超市等地，会明确标明牧草牛肉和谷物饲养牛肉。海外的餐厅也会在菜单上明确标示牧草牛肉和谷物饲养牛肉。在这个方面，日本相对于国际上仍然比较滞后。需要注意的是，与此相反，作者称美国产的牛肉可能会引发大脑炎症，因此需要谨慎。美国的牛肉存在着诸多问题的批评，其最大的风险在于激素的使用。欧盟从1989年开始禁止使用激素剂的牛肉进口，并一直保持着相关规定的严格。激素剂被认为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这一点早已被指出。据报道，在欧盟禁止使用激素剂的牛肉进口后的7年后，许多欧盟国家的乳腺癌死亡率有所下降，甚至有些国家下降了45%。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只是简单的一句话，也可能有着巨大的影响。有些事物可能是毒药，而另一些则可能是良药。如今在日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牧草牛肉和谷物饲养牛肉。如果您是肉食爱好者，但又对传统上认为牛肉对健康不利感到担忧，那么不妨尝试一下牧草牛肉，可能更加适合您。顺便提一下，我也偶尔购买牧草牛肉，因为它不仅富含 Omega-3 脂肪酸，还提供重要的蛋白质。接下来我将继续介绍能够让大脑逐渐年轻的食物之3：大豆制品。大豆和其制品被认为是健康长寿的强力支持者，我们应该积极地将其作为食材来使用。大豆含有的异黄酮被广泛认为对预防乳腺癌效果显著，同时也是高质量蛋白质的重要来源。蛋白质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尤其是在老年时期，需要摄取更多的蛋白质。蛋白质主要分为动物性和植物性2种类型，前者主要存在于肉类、鱼类和蛋类等食物中，而后者则主要存在于大豆制品中。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摄取蛋白质时，应更加关注动物性和植物性蛋白质的选择。一项在芬兰进行的调查涉及了2641名受试者，研究了动物性和植物性蛋白质摄入平衡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摄入动物性蛋白质最多组的死亡率比摄入蛋白质平衡组高出23%。与摄入最少肉类组相比，摄入肉类最多组的死亡风险也高出23%。从这项研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蛋白质的摄入确实重要，但不能简单的认为只要吃肉就足够了。摄入平衡至关重要，动物性蛋白质和植物性蛋白质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例如，通过以肉和鱼1对1的比例摄取，再加上大豆等植物性蛋白质和鸡蛋，每天1次，可以实现植物性和动物性蛋白质的平衡摄入。通过摄取豆腐、纳豆、豆浆等大豆制品，可以预防认知症。以上是关于大豆和大豆制品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一种食用后可以使大脑逐渐年轻的食物，每天食用1到2个鸡蛋。作者建议，为了保持健康长寿，每天食用1到2个鸡蛋。以前由于胆固醇问题，曾限制鸡蛋摄入量，但自2015年以来，美国取消了膳食胆固醇摄入的限制。自此之后，人们重新关注起了鸡蛋的健康效果。最近的研究表明，鸡蛋具有预防中风和防止认知功能下降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鸡蛋中含有的胆碱。胆碱是神经传导物质乙酰胆碱的原料，促进胆固醇的分解和排泄。鸡蛋含有这2者。通过食用鸡蛋可以预防认知功能下降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事实上，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摄入胆碱较多的男性患认知症的风险要低28%。因此，我们为了保持健康，
应该积极的食用鸡蛋。如果大家能够认真执行今天的内容，坚持不懈的去实践，那么一定能够有效的预防认知症，迎接充实的晚年生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